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第一次团购日本兰花、富贵兰和长生兰。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富贵兰其实是枫兰，是在日本富贵兰协会登记注册有名的枫兰，而长生兰是在日本长生兰协会注册登记有名的细茎石斛。这批日本兰花产地是韩国。一起来看一下我订了些什么。看，第一颗是长生兰，它的名字叫银雪。第二颗也是长生兰，它的名字是三冠王，叶子掉了很多，长途的运输造成的。第三颗是富贵兰，很小巧哦，它的名字是姬青海。第四颗也是富贵兰，看看它的名字曼珠沙华。第五颗也是富贵兰，这一次主要是富贵兰。看，这颗的名字是红枫。第六颗继续是富贵兰，它的名字是翡翠。第七颗也是富贵兰，它的名字是朱天王。第八颗，它的名字是黄花，它曾经开过花，已经干掉了。第九颗也是富贵兰，红网，也是开过花的。第10颗是最后一颗了，也是富贵兰，它的名字是玉成夫人。看，还带着花梗，有叶意的，太好了，给他们来一张大合照。这就是我今天开箱的全部兰花。开箱之后怎样处理呢？我就拿这颗黄花来做一个示范。来看一下，这些花枝已经干了，没有用了，就把它剪掉。修剪之前，剪刀记得要消毒。剪这些花枝的时候要注意一点，不要剪得太贴，留下大概半厘米到1厘米。再检查根部，把这些干的把它剪掉。检查一下根部，如果有空根的就把它剪掉，这些一碰就掉了。这个还可以，就是干的就把它剪掉就可以了。现在这里没有烂根，看上去说实在话，这些根都很好，很不错。好，搞定了。还有这些干掉的叶子，我喜欢把它清理掉，不要留着积着脏东西，就这样子把它清掉。这个位置不好下手，就用一个镊子轻轻的把它揪出来。我喜欢把它清理干净，看上去清爽利落。这个修剪清理的过程就完成了，可以上盆了。接下来是上盆的示范。首先来介绍这个小花盆，1.7寸的盆，它是日式富贵兰上盆的好帮手。首先给带着花梗的这颗玉成妇人上盆。先说一下这些水苔，这些水苔是泡湿然后拧干水分的。日式的富贵兰上盆我还是第一次操作，我是
现学现卖了。大家就看我这个新手怎样去操作吧。首先把这个小花盆倒扣在一个瓶子上，然后用一些水苔把这个小花盆轻轻的包一层，稍微用点力，因为这些水苔很容易松散出来。然后再把这颗兰花的根打开，让它坐在这水苔上面，然后把这些根整理一下，让它均匀的分布，像这样。问题来了，这里有2条根这么长，我的盆子没有那么高，咋办呢？马上致电团购的团长，团长说长了的根可以横着要，像这样。答案有了，可以继续。首先是要拿一些长的水苔，长的水苔会比较好包，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新手。这里可以看到用一个瓶子的好处，你可以把它安放在这里，腾出双手拿水苔还有包裹。啤酒瓶会比较好一点，这个瓶子有点太轻。包的时候从上面往下斜一点拉过来，围绕着这些根把它包起来，尽量的拉紧一点，不要让它松散。一边绕着一边转动，刚才长了的这2条根就这样子绕过来，再用水草把它盖住，这边也是这样子把它包住。这是我第一次操作，手脚有点慢，我就快进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其实就是用水草把它所有的根都包裹起来，尽量的包紧一点。这里重要的是水草应该从上往下斜方拉过来，像这样。那么水苔完整的位置就在上面，断口处就在下面。下面这个位置到时候塞进花盆里面，它就不会松散出来。把所有的根都包裹住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小盆从瓶子里面拉出来，然后检查一下，看看有什么没有包到的，就可以补一下水草。好像这里有些根没有包到，那我就在这里补水草。这样子用手压着水草，这边往斜下方拉，再看一次，这样子压着，然后往后斜下方拉，这样子收口就在盆底下。看一下这里长出来的这些，也可以继续的绕在底下，围绕着这样子。再检查一下，看看哪个位置需要补水草的。看一下这个底部，有这个小盆就有这个好处，下面就保持通风，不容易烂根。这个位置有点缺了，我就在这个位置把水草补上。他们叫这个做包馒头，或者叫包包子，就像我们做包子做馒头一样，把它弄得圆润一点，饱满一点。包好之后呢，就把它放到一个这样子的盆里，用手把水苔塞进盆里头，这样子，然后调整一下水苔的位置，用手压一下，看看哪些地方不够圆的，就把它压一下，调整一下位置。检查一下有没有哪个地方做的不好的，好像这里
这里松出来了，就可以在这里用一条水草把它裹住，然后收口，用手往盆里塞，这样子塞到盆里，它就不会松散出来。还有一点要注意的，这个位置不能包得太高，太高了很容易进腐。如果你觉得包得太高了，就像我刚才那样子，用手压一下，把茎部露出来。好了，这就基本完成了。最后别忘了把名签插上，还写上日期。好，大功告成，这就是 Ivy 的第一包，哈哈，献丑了。把所有的花都上盆之后，给他们来一张大合照，有没有一点很文艺的感觉？日本风。富贵兰和长生兰，它的花都是香的，但是并不是时时都有花看。没有花看的时候，富贵兰可以赏叶、赏根，长生兰赏茎、赏叶。它们比较小，不占地方，随便放在书桌上都可以。现在成了很多人的新宠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？